司儀剛宣布封棺，周美玲便催工作人員立刻把棺木送去火葬場。火化只剩10分鐘，我握着白菊，手機卻突然跳出周奕成門號的訊息，上面寫着：別讓他們火化，我還活着。後面附着一張男人手掌的照片，照片裡那只手戴着我們的婚戒，可那個本該戴戒指的人正躺在棺材裡。我直接把白菊丟在棺木前，攔住推車說：棺材裡的人不是我丈夫。所有人都以為我悲傷過度，手機也開始拍下我阻擋葬禮的模樣。周美玲抬手要打我，我抓住她的手腕，要求在重新驗明身份前停止火化。她當眾說我無法接受喪夫，還命工作人員不要理會一個失控的遺孀。我把訊息與婚戒照片交給現場人員，正式提出遺體身份有疑義。火化程序終於被叫停，棺木推車停在禮堂中央，再也不能往前一步。周美玲靠近我耳邊，珍珠胸針擦過喪服，聲音冷得沒有一絲顫抖。她說：今天不讓它燒掉，下一個躺進去的人就是你。葬禮影片很快登上新聞，我被寫成為了爭奪遺產、阻止火化的瘋狂遺孀。周家沒有解釋身份疑點，反而讓律師公開周奕成生前的股權信託，價值12億美元，佔公司28%的股份，第一順位受益人寫着宋安娜。我不但拿不到丈夫留下的公司利益，連阻止火化也被解讀成貪心。宋安娜找到我，先問我憑什麼認定棺材裡的人不是周奕成。我沒有和他爭股份，只問周奕成出事前到底在調查什麼。他終於透露，公司的醫療晶片測試資料被改過，問題來自台灣工廠。一旦造假曝光，公司股價可能歸零，負責的人也可能失去自由。宋安娜又說，周奕成出事前最後一通電話其實是打給我的。我翻遍手機通話記錄，沒有未接來電，也沒有任何刪除提示。宋安娜冷聲說，這代表她知道自己可能會死，也有人不想讓你接到。我回到住處時，丈夫護照的暗格已被清空，家庭相簿也少了一本。書房沒有明顯破壞，翻找的人卻知道每個隱藏位置，顯然熟悉這間房子。智慧家庭記錄顯示，事故當晚全部監控曾離線整整13分鐘。更可怕的是，系統把關閉監控的人記成我，登入位置也顯示來自家中。我立刻下載登入時間與設備資料，想證明賬號可能被複製使用。進度才走到一半，整間屋子突然斷電，客廳傳來門鎖被打開的聲音。一道手電筒光掃過牆面，闖入者沒有搜尋客廳，而是直奔書房。周奕成門號又傳來警告，只有一句：進屋的人是陸子謙。我放棄還沒下載完的資料，從後門離開，沿着安全梯逃到停車場。陸子謙卻在車道口攔住我，開口便說：有人在你家，快跟我走。亡夫訊息要我防他，眼前的人卻像是來救我，我只能先離開住處。周家律師帶着初步 DNA 報告與手錶序號，再次要求恢復火化程序。他們對外指控我故意拖延遺產處理，讓公司與家族承受巨大損失。我沒有只靠那張婚戒照片，而是提交周奕成以前的手術與牙科記錄。他腿部曾植入固定骨釘，這種醫療記錄比衣物和手錶更難被替換。我要求重新拍攝影像，比對骨釘位置、牙齒治療痕跡與舊傷。周美玲說我侮辱死者，
卻無法說明為何不能做更完整的身份確認。檢驗結果出來後，遺體腿部沒有周奕成應有的骨釘，也沒有相符舊傷。初步 DNA 只能支持可能的親屬關係，無法推翻更明確的不一致記錄。負責人正式宣布，死者身份改列不明，案件依可疑死亡方向調查。棺木被封存，火化不再只是延後，而是在身份查明前不得進行。公司律師也確認，周奕成法律上仍未死亡，股權信託不能交付。宋安娜原本收到的股份交付通知被撤回，12億美元暫時誰也拿不到。我終於證明關中人不是丈夫，卻仍不知道那個被冒名埋葬的人是誰。陸子謙帶我進入淡水一間安全屋，牆上貼滿台灣工廠與晶片資料。3張病患照片被畫上紅叉，旁邊寫着晶片過熱，報告刪除與死亡日期。陸子謙說，原本的醫療及合金被換成低價材料，失敗後又改掉死因。他打開一段預錄影片，周奕成消瘦的臉隨即出現在熒幕上。丈夫先警告不能相信周美玲和宋安娜，最後卻說也不要相信應徵。影片旁的系統資料顯示，3名死亡病患的報告全由我的賬號修改。那份記錄可以證明賬號做過操作，卻不能證明當時坐在電腦前的人是我。我要求查看完整登入時間與設備來源，相比對住家離線的13分鐘。陸子謙卻說原始伺服器已被鎖定，他也不能憑我的一句否認相信我。我原以為丈夫留下影片是為了保護我，沒想到他先把我列成嫌疑人。我找到晶片造假的方向，所有現有記錄卻正把刑責推到我的名字下。陸子謙關掉影片後，直接問我是否曾登入資料庫修改死亡記錄。我沒有要求他立刻相信，只說若證據指向我，他可以把我交給警方。話音剛落，安全屋外便傳來撞門聲，監視畫面出現周家工廠保全。他們不是來問話，手上帶着破門工具，目標明顯是屋裡的電腦與資料。陸子謙打開後窗，我先把唯一現場備份硬碟塞進喪服內層。我們沿着生鏽防火梯往下爬，鐵架每晃一次，撞門聲就更進一步。保全闖進房間後，立刻砸毀電腦，碎裂聲從樓上一路傳到巷子。我和陸子謙混進淡水人群，沒有回頭，也沒有公開硬碟仍在我身上。安全屋資料被摧毀後，我短時間內更難洗清賬號造假的嫌疑。陸子謙卻提到，母親臨終前曾由周家試驗醫師每天施打營養針。母親還留下一封指定信件，只能在周奕成出事後交到我手中。他把舊地址交給我，說去找你母親留下的信，答案可能比公司更早。我回到高雄老家，在母親房間的舊錄音機裡找到一卷生日卡帶，卡帶標籤寫着我的出生日期，邊角泛黃，顯然已被藏了很多年。錄音開始後，母親承認周家25年前就曾更換醫療材料。那批低價零件造成7名病患死亡，事故資料也被改成其他併發症。母親拒絕簽保密協議，父親準備揭發時，卻死在一場離奇車禍裡。他在錄音裡哭着說：“我以為沉默能保護你，沒想到你仍嫁進周家。”我抱着錄音機坐在地上，第一次明白母親反對婚姻不是偏見。她害怕的從來不是周家的門第，而是那個家族會再次犧牲一條命。錄音最後沒有直接說文件位置，
只留下我童年才能聽懂的暗語。母親說，原始報告藏在我第一次學會游泳，卻最害怕下水的地方。最新晶片事故不再是單一造假，而是周家延續25年的同一種選擇。我和陸子謙進入那間廢棄旅館，乾涸泳池底部布滿灰塵與裂紋。童年記憶裡，我第一次學游泳後，把濕衣服放進第17號置物櫃。置物櫃早已生鏽，我們撬開背板，才發現裡面另有一層夾層。夾層藏着防水鐵盒，裡面有原始檢驗報告與7名死亡病患名單。報告清楚寫出材料不符合醫療規格，也記錄過熱與失效的實際原因。幾張舊照片裡，年輕的周美玲正在把不合格材料交給另一名男人。陸子謙認出接貨者是宋安娜的父親，兩個家族早已綁在同一樁舊案裡。我終於明白，12億美元股份不是感情安排，而是控制證據的交換。我們把帖和內容逐頁拍攝並分開保存，避免原件被奪走後全部消失。就在我封好報告時，宋安娜突然來電，語氣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急。她只說了一句：“周奕成在我手上，你帶硬碟來見他。”宋安娜打開冷凍倉庫的貨櫃門，一個消瘦男人從黑暗裡慢慢走出。周奕成額角帶傷，身上穿着定制西裝，手指仍戴着我們的婚戒。我沒有擁抱他，只問棺材裡那個替他去死的人有沒有妻子和孩子。他承認死者是工廠工程師，正在調查材料替換與病患死亡。遊艇事故後，周奕成借用工程師身份假死，讓所有人以為創辦人已經死亡。我問他為什麼所有造假記錄都留在我的賬號下，他沉默了一會兒。周奕成終於說：“你的賬號只是備案，計劃失敗時總要有人承擔。”7年婚姻在那句話裡變得很清楚，我從妻子變成了他預先準備的罪名。他沒有道歉，只要求我交出安全無硬碟與母親留下的舊報告。周奕成說公司不能倒，任何人的損失都比不上100億美元技術的未來。我從衣服內層取出硬碟，在他和宋安娜面前確認這是唯一現場備份。我親手把硬碟放進丈夫掌心，沒有要求他重新選擇婚姻。我只笑着說：“希望你這一次真的做了正確選擇。”硬碟剛落進周奕成手裡，冷凍倉庫的大門便被周家保全封住。周美玲走進來，看見死去的兒子活着，臉上竟沒有半點驚訝。她直接命令周奕成交出硬碟，再把我交給他處理，便能保住公司。周奕成把我拉到身後，可聽見母親提出交換條件時，他停頓了1秒。那1秒已足夠讓我明白，他正在計算犧牲妻子能換回多少安全。周美玲嘲笑他說：“真正需要選擇時，他永遠只會保住自己。”母子開始爭奪公司控制與舊案資料，誰也不願讓另一方獨佔硬碟。我站在兩人中間，沒有插話，只看着周奕成握緊那個黑色外殼。他突然把硬碟砸在地上，對母親說：“誰也別想拿資料控制他。”周奕成抬腳用力踩下，外殼裂開，裡面的零件散落在水泥地上。他以為唯一證據已被毀掉，周美玲也以為自己還能封住整座倉庫。我看着地上的硬碟碎片，問周奕成做了10年科技公司，為何相信資料只有一份？倉庫角落的舊螢幕忽然亮起，25年前報告與最新死亡記錄同時出現。那顆硬碟只是啟動誘餌，
只要被指定的人接手並回損，備份便會送出。美國監管單位台灣檢調與國際媒體同時收到完整加密資料。直播標題寫着“醫療奇蹟建立在10條人命上”，觀看人數迅速上升。周美玲衝向我搶手機，周奕成則跑去拔網路線，想切斷倉庫訊號。我告訴他們，上傳已在3D 完成，現在拔掉整棟樓的電也沒有用。公司股價在正式開盤前便急跌，合作機構也開始暫停晶片使用。外面傳來警笛聲，與倉庫內不斷播放的死亡資料混在一起。調查人員破門進入，先控制保全，再封存硬碟碎片和現場設備。周家第一次失去封鎖真相的能力，所有說法都必須接受外部查驗。我讓造假資料被全世界看見，也把自己和公司一起推進監管風暴。資料公開後，公司股價暴跌，董事會隨即宣布停止所有未核准支出。原本準備用於問題晶片召回的款項，也被董事會直接凍結。賬戶頁面顯示無法撥款，多家醫院因此暫停免費檢查與後續處理。董事們聲稱要先確認責任，才能決定是否替病患支付醫療費用。投資人與部分員工則把股價崩盤歸咎於我，說我害上千人失業。我可以承受罵名，卻無法讓體內裝着問題晶片的人繼續等待。第一批病患家庭來到台北，得到的回復卻只有資金審核尚未完成。10歲女孩小葵胸前貼着手術膠帶，手裡緊握醫院給她的檢查單。她原本安排接受評估，現在卻被告知必須等公司解除款項限制。小葵母親不停道歉，仿佛沒有足夠費用是病患家庭自己的錯。小葵抬頭問我，是不是因為我們家沒錢，才被放進不好的東西？我張開嘴，卻無法承諾他明天就能接受檢查與治療。我以為公開真相便能救人，實際上資金仍握在不願承擔的人手裡。周家被控制了，病患卻失去救援，我第一次不知道下一筆醫療費從哪裡來。投資律師在飯店頂樓遞給我一份8000萬美元的保密和解書，條件是停止公開發言，把所有證據轉回公司內部，再放棄後續追查。他們說這筆錢足以讓我一生無憂，也能私下幫助幾名病患。我只問3名死者家屬是否知道，公司願意花巨款買一個人的沉默。律師沒有回答，我便把和解書推回去，拒絕簽署任何保密條款。我說，我母親沉默了25年，這次我不會再替任何未來沉默。接着我打開周奕成私人保險箱的資產清單，列出豪宅與加密貨幣。我申請把這些資產列入求償保全，避免它轉移後只留下空殼公司。那也代表我放棄自己可能取得的婚姻財產，不再把它視為補償。我宣布成立不受原董事會控制的跨國病患基金，先承接緊急檢查。8000萬美元留在律師桌上，周奕成的私人財產則開始轉向病患救援。基金成立後，記者問我是否從來沒有察覺周奕成對病患的冷酷。公司律師正等着我否認，好證明我只是在婚姻破裂後報復丈夫。我沒有把自己說成完全無辜，而是承認7年間曾聽見可怕的話。周奕成曾把病患稱為數據樣本，我卻因害怕失去婚姻替他找理由。我對着直播說，沉默未必等於共犯，卻會讓真正的共犯更安全。承認這件事會傷害我的可信度，
但否認只會再次把代價留給病患。小葵母親第一個走上前，把女兒的病歷與晶片資料放到基金桌上。她願意讓小葵成為公開個案，也要求所有醫療決定留下可查記錄。更多病患與死者家屬加入基金監督會，不再讓公司代替他們發言。我失去了完美受害者的形象，卻不再是一個人決定所有救援方向。公司想用我的沉默摧毀信任，我便用承認錯誤重新把信任建立起來。調查開始後，周奕成與周美玲都把付款和資料刪除責任推給宋安娜。12億美元股份又因周奕成未死與案件調查，始終無法交付給他。宋安娜約我見面，要求保住信託股份，才願意交出海外伺服器密碼。我拒絕拿犯罪相關股份交易，只承諾如實證明他主動合作的時間。我對他說：“我不替你保股份，只替你證明你今天說了真話。”宋安娜沉默很久，終於打開電腦，輸入海外伺服器的完整密碼。伺服器裡保存付款、材料修改、死亡報告與內部通知的原始時間。資料顯示，周奕成、周美玲與宋安娜都知道晶片過熱，卻繼續使用。調查人員正式接收資料，確認他能補足周家長期否認的知情環節。與此同時，宋安娜的股份信託顯示凍結，財務長權限也被停止。他搶走的財產位置沒有保住，只能用資料換取依法考量合作。完整死亡資料終於解封，周家再也不能把所有操作推給單一賬號。技術鑑定完成後，我重新看見葬禮上那句“我還活着”的傳輸時間。求救訊息與婚戒照片早在事故前便完成排程，不是周奕成臨時發送。他知道我收到後一定會阻止火化，便把我的感情當成遙控工具。他需要工程師遺體保留下來牽制母親，卻沒有準備讓我知道真相。我以為那句話是在向妻子求救，實際上只是命令我替他完成一步。法醫以失蹤資料與家屬簡體重新比對，關中死者身份終於確認。被冒充成周奕成火化的人，是調查材料造假的公司工程師。周家安排的冒名葬禮被撤銷，死亡證明也重新寫回工程師姓名。陳雅文帶着2個孩子來見我，沒有要求封口金，也沒有接受私下和解。她只把丈夫生前留下的舊隨身碟交給我，要求讓她的聲音公開出現。亡夫訊息利用了我，卻也陰錯陽差保住了工程師的遺體、姓名與證詞。開庭前，公司董事舉行重整記者會，宣布技術與造假責任可以切割。會場標語寫着"重新出發"，仿佛10條人命只是一次需要修正的失誤。董事們聲稱，只要責任集中在台灣工廠，公司便能恢復上市計劃。宋安娜原本做的財務長位置被標示空缺，股份信託人等待法院處理。周奕成透過律師發表聲明，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未來。他把員工、病患與技術放進同一句話，讓自己看起來像被迫犧牲的人。他拒絕認罪，還指控我公開資料只是離婚與婚姻背叛後的報復。周奕成相信工程師已死，遊艇上的記錄也早已隨事故消失。我沒有阻止記者會，只讓他的每一句辯解完整留下時間與原始檔。隨後，我把工程師隨身碟與母親藥物檢測交進法院證物室。周奕成自認能保住技術和自由，而他的必要代價說法已經無法收回。
公開審理開始後，周奕成仍說自己只是把處理問題的時間延後6個月。他強調公司技術能救更多人，及其死亡只是當時無法預見的風險。宋安娜以合作證人與原信託受益人身份坐在前排，仍想保住較輕處分。我先播放工程師留下的遊艇錄音，周奕成的聲音清楚傳遍法庭。錄音裡，他說任何新技術都有代價，停止試驗會毀掉公司的未來。這句話直接推翻他不知病患可能死亡的說法，也證明延後是主動選擇。周奕成辯稱錄音缺少完整背景，不能證明他批准繼續人體試驗。海外伺服器隨即顯示他的批准記錄，以及要求刪除過熱資料的時間。母親營養針的檢測與3筆付款也被公開，款項來源連到周家控制公司。防水鐵盒裡的舊報告證明，同一種材料替換早在25年前就發生。周美玲試圖把舊案推給下屬，照片與付款記錄卻顯示她親自交付材料。宋安娜的股份信託被判定不得生效，她也當庭承認自己早已知情。陪審團認定周奕成多項罪名成立，監管單位撤銷問題產品資格。周美玲被罷免，公司控制權移交重整，凍結資產則轉入病患賠償。我說，如果未來需要死人和犧牲妻子，那樣的未來不值得被保住。1年後，周奕成開始服刑，周美玲也失去董事長職位與周家工廠。宋安娜失去股份與財務長位置，依她交出資料的合作程度接受處分。病患基金取得凍結資產後，完成問題晶片的召回、檢查與必要治療。小葵康復後參加學校運動會，胸前不再貼着等待手術的膠帶。他跑過終點時，小葵母親在一旁哭着拍手。我也終於能回答那個問題。沒有人因為貧窮就不值得被救，也沒有人該替公司的選擇付出生命。我和病患家屬建立公開醫療資料平台，材料、不良事件與來源都能查詢。陸子謙辭去公司董事職務，加入基金，但我們沒有急着開始新的感情。我先回到高雄海邊，把母親骨灰迎着海風慢慢撒開。之後，我走到周奕成的空墓前，用黑筆劃掉碑面上的“丈夫”兩字。我刪除手機裡最後一張合照，沒有再等待他解釋自己當時別無選擇。亡夫曾傳訊說他還活着，最後真正從那場葬禮活下來的人是我。